傻瓜，打从我下定决心伸手把你拉进我怀中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没有打算放手过。天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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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天生，天生，你放心，我没事儿，你把手给我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要吸！我求求你不要吸，不能吸！我求求你，放手，放手！阿宝，使出你浑身吃奶的劲儿来！是，不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咱们一起把门撞开！哦，来呀！1、2、3！哎呦！谢大娘，青爷，青爷，吴晨师傅来了！吴晨师傅，快来救我儿子！天生，天生，天生，你伤得怎么样啊？娘，我没事。师傅，快救救人呐！铁生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冰禅自会帮唐大人解毒。快！天生，哎，快点，跳到床上去！快！急死我了啦你！铁生，娘，别哭了啊！铁生，燕青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还回来干什么呀？臭小子，你真行啊！哎，我才刚离开几天，我已经从县太爷变成臭小子了。啊，臭小子，算你聪明，及时赶回来了。要是再晚几天呐，您呐就靠边站喽。真是失礼，把公公给冷落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内侍省大总管万有乐万公公。这位是家母。这位是我的师爷陆燕青啊。哎呀啊！原来真有个万公公啊！什么？万姑伯母还真没瞎说呢。哦，对了，宁香和伯母呢？宁香，伯母，大人，您就别去找了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他们走了？他们去哪里了？赶快告诉我！哎呀，我说呀，你在京里没看见宁香啊？我为什么会在京里看见宁香呢？哎，他们母女去了京里啊？娘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跟李公公前脚一走啊，宁香就流言出走了，说是要跟随你到京里去呢。
来，前天晚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拉着万姑就跑了，还留了一封信呢。你看。铁生啊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啊。其实嘛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你没听人家说过吗？福气本来就是那个同林鸟嘛，大难来临肯定都闷声不响的各自跑了，你就别干嘛啊？什么同林鸟啊？怎么了还锣鼓鸟呢？人家是指生长在同一片树林里的同林鸟。哦，同林鸟啊，我以为呀，叫的跟铜铃似的一种鸟儿呢，糊里糊涂的啊。大人，铁生，大人，铁生，铁生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哎呀，铁生啊！你干嘛去嘛，铁生？铁生，铁生，你回来呀！林香，你怎么了？告诉你你怎么了？我胸口好疼，感觉快被撕裂了。快师傅，扶他上床。啊，是。林香，好了，让冰蝉替你吸毒吧。冰蝉吸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也无法断定。命中注定的事，挡也挡不住，躲也躲不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干嘛要跳水呀你？就是嘛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轻生啊！就是嘛，人家都知道世上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就是嘛，看你一副要轻生的样子，幸亏我跟信息及时赶到，挽救你的小生命啊！就是嘛，你要跳下去，我跟你一起跳下去。就是嘛，我也跳。你去吧你。哎呀，这燕青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游泳，不会。你们两个都一样，自以为是。我不会游泳。哎呀，你不是要跳水的吗你？谁要跳水啊？只有他才会做这种傻事。哎呦，燕青啊你太狠了你！哎呦。你在这唉声叹气了半天，一定有很好的理由了。我是很担心宁香，她就这样一个人去了京城。我相信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和我生死与共。可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还从此销声匿迹？我想来想去，她都不可能这样对我的，除
除非他是处在一种彻底绝望、万念俱灰的情绪底下。哎，我这……若不是因为皇命在身，我真想立刻就去找他。他那样与世无争，而且又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根本不知道世道的险恶。我怕，如果不赶紧找到他，把这个谜题解开，真正想不开的会是他。明天就要把武僧处决，做个了结。记得宁香说过，他来自山上的白云观，也许他就是回那儿了吧。哎呀，人家都走了嘛！你说这孩子，他还找出一大堆理由替人家解释，他还在那儿心急如焚的。你笑什么你？我忍不住啊！什么？我那卦算得多准啊！不是困在京城，是为情所困。你个死乌鸦嘴！哎，又来了！呀！这才叫做择水困呐！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择水困，困个屁呀！哎呀！人犯，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弄得跟真的一样，你吓唬谁啊？启禀大人，人犯武僧带到，跪下！唐点生，你只是个小小的县官，根本不配问斩我，你凭什么摆这种阵仗？按照律法，就算真要问斩，也该层层转上去，只转到刑部来定夺。你根本没有资格问斩我，这完全是僭越，是违法乱纪。你现在知道要把律法搬出来了，你要讲法，早该用在当时，而非现在。恭请上方宝剑。遵命。上方宝剑在此，有如皇上御驾亲临。吾皇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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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竹山县令杭铁生奉旨监斩武僧，午时已到，人犯也已验明正身。斩！遵命！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，不可能的！我是太子爷亲信左右手啊，皇上不会斩我的！冤枉！冤枉啊！多方包庇维护，这是枉费本王一片爱才的苦心，如此栽培提拔你们，结果却差点误在你们的手上。现在将你问斩伏法，是皇上的旨意，天意难违，你也只有认了。
什么？认了？叫我认了？太子殿下英明！你兄弟武刚已经命丧刀下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如此下场，也是罪有应得。杭大人，别让本王耽误了你，请行刑吧。斩！我不要死，我最不该死啊！真正的祸首是太子，你们知不知道他干了多少昧着良心的黑心事啊？你们不要被他的伪善和假面给蒙骗了，一群昏官、愚民呐！好你个太子爷，亏我们兄弟俩为你做牛做马，到头来落得个兔死狗烹。算你狠，你太阴险了！你给我等着，我们兄弟俩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我诅咒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，你一定会遭到天谴的！斩！下官也觉得奇怪，殿下不是跟他们不熟的吗？人生的际遇是很难说的。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我私自出宫散心，不巧遇上了几个流氓找茬，偏偏我又多喝了几杯，手脚不听使唤下，差点就吃了大亏。幸好宁香姑娘及时出现，替我解了围。你说我这一趟能不顺道去谢谢她吗？啊？如果没有疑问的话，你可以去点选护驾随行的人马了。是。奴才恳请太子殿下恩准，奴才难得出宫一趟，不知可否在此多逗留几天呢？有乐，你可是老宫人了，这尚方宝剑可是比我还大，要是落在什么有心人的手里，出了什么乱子的话，是你担待呢，还是杭铁生担待？这殿下顾虑的甚是，甚是。依我看，为我护驾的随行人马倒是不必多，加派人手护送万公公回宫才是正经的。是，下官明白。哎呀，燕青，你快点嘛你！哎，铁生，铁生，铁生啊，
哎呀，哎，铁生，铁生，哎呀，你慢一点，这次护驾上山等等我呀，铁生，就让燕青带你听去得我说呀，了嘛。铁生啊，我跟你说呀，哎呀，你刚刚回来就是不是？嘛，哎，又结了案，又迎接了太子，送走了万公公。你说多辛苦，连口气都没喘。这个伺候太子爷的事儿呢，就交给我燕青去办。你想想，我能不去吗？别说护驾太子是我的职责了，他刚刚也说了，宁香和伯母都在白云观，我更是非去不可啊！你去了也是白白伤心，你何苦啊你？白白伤心？为什么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你们两个别遮遮掩掩好不好？你们想说服我什么？把话说出来啊！好，那我就都告诉你吧。在你还没平平安安回来之前呢，燕青给你算了一卦，说是脏水困。泽水困。哎呀，反正就是被困住了嘛。一开始呢，我们还以为啊是被困在京城里呢，后来才明白呀，实际上是被情所困。那个卦还说你被人家欺负，落得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毫无希望的。你还爱人家爱得要死呢，人家早就变心了，你傻里呱唧的，一点都摸不清楚状况。变心？你们两个居然怀疑宁香移情别恋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他干嘛跟太子化敌为友啊？而且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，也不理我们，还跟太子在白云观见面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那个卦太准了。哎呀，你别听燕青啊，在那胡说八道了。哼，哎呀，我说这不信不行啊！起先啊，他才说了一个红字，就把咱们折腾的七晕八素、没完没了的。这次他说了这么多字，你敢不信呢？心怡呀，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？哎呀，你干脆说我是乌鸦嘴不就结了吗？行了。铁生啊，反正啊就是一句话，天下父母心，明白吗？娘，我知道你是为我急，为我好，可是你也得相信我的判断力啊。宁香啊，是绝对不可能移情别恋的，因为她是一个毫无心机的人，她纯洁的就像白纸一样，没有受过世俗的污染，而且在感情方面，她更没有一丝虚假和保留。一旦付出了，就是全部，就是义无反顾了。哼，你不觉得她在这方面跟你其实很像吗？你不就这样对爹的吗？臭小子，你就知道你一抬出你爹来，娘就没辙了啦。谁叫我娘啊是天上仅有地上无双人间少见的奇女子啊！哎呀，可惜呀，煮的饭太难吃喽。你说什么呀你？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开玩笑了。说正经的，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太子殿下。坦白说，他这么快再跑到竹山来，实在让我觉得太意外了。我不认为他是来目睹武僧的伏法，或是为了在孙老夫人灵前忏悔。我觉得太子现在就像一只闻到了血腥的野兽。如果是针对我来的，个人恩怨倒事小，万一冲着宁香来的，不是我要吓唬你们，背后的事情就更严重了。什么事这么严重啊？是关于望姑伯母和宁香身份的问题。万公公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他们真的跟皇室有什么关系吗？目前为止，我也还不敢断定。万公公的反应虽然极不寻常，可是他也没有具体说些什么。我在想，白云观的师傅也许会有些线索。那你还不快去呀？江姑娘，太子殿下愿意驾临闭关，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们会准备妥当，恭候太子殿下。多谢吴尘师傅。师傅，您找我们啊？
是这位江姑娘要见你们，她是代表太子殿下前来。娘，我们快走吧。两位请留步，羽山是代殿下先行前来通报的，回头殿下就将亲自上山，面谢宁香姑娘在京城里的仗义相助。仗义相助。宁香姑娘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想私下跟你谈一谈，行吗？抱歉，我不太方便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谈的。宁香，宁香，宁香，伯母，伯母，拜托你了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真的需要单独和宁香姑娘谈一谈，行吗？可以吗？好吧，谢谢啊。宁香姑娘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，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？不，我请求你，我请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快起来！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那我就一直跪在这里，永远都不起来。你说些什么？你到底要我答应你什么？把铁身让给我吧！我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！我今天愿意不顾羞耻，愿意把尊严踩在脚底下的这样恳求你，是因为我不能没有杭铁生了。你一定觉得我很莫名其妙，不知所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求你，我求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起来说吧。谢谢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次皇上召杭铁生进京，其实已经成竹在胸，打算要严惩太子。我和太子从小一块长大，情同兄妹。你说我能不着急？我能坐视不顾吗？所以我就夜探会馆，不顾自尊的向杭铁生现身求情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你很受伤，可我实在是情不自禁啊！我第一次在竹山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对他一见倾心了，可碍于身份和情势缘故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近他，所以我承认我的现身一半是出于私心，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。只是我并不知道，圆了我的梦，却碎了你的梦。直到这一趟，我随太子前来，我欣喜若狂，
见到他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他对我的态度好冷淡。他搬出了和你的一段情来拒绝我，我好伤心啊！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我心碎了，我六神无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大概是上天可怜我，要太子命令我上山来传话。我知道你伤心，你痛苦，更恨我的不知羞耻，横刀夺爱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呀！我的心，我的人都已经给了铁生了，我不能没有他。宁香姑娘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了，我拜托你不要再说下去了。可你怎么说呢？太子和铁生他们马上就要来了，铁生最想见的是你啊！如果你不救我，如果你不拿出个态度来的话，那我就死定了。我求你，宁香姑娘，你愿意救我吗？你愿意吗？宁香姑娘，宁香姑娘。你一切还好吗？和你们母女分别以后，我一直好担心你啊。庞大人，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请回吧。什么？这里是佛门禁地，不欢迎心术不正之人。你在说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走是不走？宁香。什么呀？有话好好说嘛！快住手啊！宁香姑娘，拿开你的手，不许碰我！听着，我不知道你在生我什么气，可是即便我有千万个不是，也要让我知道原因呐。自己做的事，自己心里有数。我没有数啊。好，若你真要判我死罪的话，你至少要给我喊冤的机会啊！你居然还喊冤！天哪，你的功力差多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受了内伤？我不要你假惺惺的。你别再动怒运功了，这样会伤到自己的。我不要你管。宁香，你干嘛不还手啊？我怎么能还手呢？你的内伤已经这么重了，如果我再反击，不是更加倍伤害到你吗？一个已经心碎的人，还会在乎什么呢？宁香，
不要过来！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你对我这么恨之入骨，却又不容我解释一字半句。但我不能就这样任由你误会下去，所以，我别无选择。我要过去，非过去不可。哪怕你招招毙命，也挡不住我的。你不要过来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听到没有？快点给我站住！我警告你，你再过来，我下手绝不会留情的。住手！快住手啊！不要伤害他！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的铁生啊！江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是我们负了你，对不起你。你要打，你就打我好了。江姑娘，你在做什么？铁生，请放手，请你自重啊！江姑娘，自重啊！杭铁生，你太过分了！不要！雨山，雨山，你怎么了，雨山？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雨山，雨山！什么？夜探会馆现身求情？江姑娘，你为什么要无中生有，捏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情呢？你哭什么啊？这件事关系着你我的清白，你得把话说清楚啊！什么夜探，什么现身啊？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，我一点都不知道啊！江姑娘，站住！你得了便宜还要卖乖，居然还好意思逼问他？你要叫他说什么？难道把那天晚上的情形巨细靡遗的都说出来吗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如果我有做的话，你叫我怎么承担，我都无话可说。可我只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做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雨山在说谎吗？好，那么我请问你，一个出身在宫廷，从小就受到严格礼教约束的姑娘家，会随随便便把自己的名节拿来如此糟蹋吗？这个殿下不应该问我，应该去问问江姑娘。你，启禀殿下，请殿下恕卑职斗胆直言，江姑娘也曾闯入卑职的房间，看似现身，实际呢却相安无事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夜探呢未必就会现身，请殿下明察。好好好，一切都怪我恬不知耻，太痴太傻，好不好？我竟然侮辱了皇室的名声，弄得我自己无地自容，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啊？江姑娘，雨山，雨山，不许做傻事！放开我！你阻止我干什么？人家已经始乱终弃，我又百口莫辩了。今天走到这么难看的地步，你要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？雨山，你不会百口莫辩，因为我都看见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就在会馆窗口外，我什么都看见了。什么？什么叫你都看见了？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了什么。我亲眼看到你们亲热，我亲眼看到你们共浴，这样够不够？这样够不够？唐铁生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想你也无话可说。既然事已至此，回头
我立刻修书一封，命人快马回京呈给皇上。玉山，你放心吧，说起来，你就像我妹妹一样，就算是我不替你做主，宫里头还有奶娘，还有母后，还有父皇呢。你就等着，皇上给你做主吧。羽山，叩谢殿下恩典。殿下，怎么？难不成你对我的处置还有意见？没有就好。相信父皇看了我的信之后，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。下官请求告退。告退？你不是处事干练，大公无私，凡事都要求个公道吗？今天撇开私情不讲，单说在佛门禁地，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，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还伤了人，这种纠纷，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宁香姑娘，我寻访你本是一片美意，想要答谢你在京里的仗义相助，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眼前你打伤人已经是事实，偏偏我又从杭铁生那儿得来的教训，就是再也不敢包庇自己人，所以怪只怪你自己遇人不淑。我束手就擒，自己做的活该承受。启禀太子殿下，江姑娘既然是伤势不轻，不便移动下山，卑职我是略通医术啊，不如先替江姑娘就地瞧瞧，万一有什么伤筋动骨的，也好救个急什么的。那好吧，我得忙着回去写信去，雨山就交给你了。好好。脉象一片平稳，根本就没事儿。宁香叫他给栽赃了。陆先生，我的伤势怎么样了？真是奇怪，在下认真的给姑娘把了个脉，在下没觉得姑娘有任何内伤啊。也许是我能力有限，何况这又是独门功夫，我想还是先禀告太子爷，然后请吴尘师傅来看看，就这么办吧。干什么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沉默点好，否则你一跨出这道门啊，你可能会后悔莫及啊。干什么你啊？威胁我啊？没错啊。假如我现在大声的嚷嚷，我让大家都来看，说你啊，说你趁机非礼我，我这个人可是会把事情闹得让你撇都撇不清的，信不信这个邪嘛？那就要看你的了。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。你喊呢？你嚷啊！你把大家都叫过来呀！我无所谓，反正啊，咱们已经有过那么一次了，我才不在乎多一次少一次呢。是啊，你跟铁生才一次，咱们两个2次。我觉得啊，应该把你配给我才适合。你做梦！
哎，你可别不知足啊！能够许配给我，是许多许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。你给我滚！滚啊！嗨，滚！我才刚要滚，你不让我滚，现在嘛，哼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还不想走了。你不是有病吗？我是大夫，我来看病，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除非我们做个交易，回到县衙，我就把宁香给放了，你负责摆平太子，这样我们还可以不追究你假受伤这回事儿。原来如此啊！你对这件事那么热心，是不是对那个宁香姑娘也有意思啊？是不是趁这个机会想做一次真正的英雄？想怜香惜玉一番呐？有那么明显吗？嗨，哎，没办法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是这么个毛病，我就见不得女孩子受一丁点委屈。无论是像宁香那样纯洁无瑕的，还是像你这样邪门歪道的。你怜惜我啊？哼，笑话！我有什么需要你怜惜的？哎，知不知伤，不知之病。转什么滚？我是说呀，一个悲哀的女人，如果她有自知之明的话，那还有得救；如果她明明不知道，却偏偏要装作知道，哎，那就无药可救喽。悲哀的女人，你指谁呀？除了你还有谁呀？我老实告诉你，铁生与宁香之间已经到了祸福与共、生死相许的地步了。就算你如愿以偿，把人家拆散了，你得到的也不是幸福，是悲哀。再说你跟太子爷吧，不管他许了您什么好处，我劝你最好别信。如果他真心对你的话，绝不会叫你左一次夜探右一次夜探。可见呢，他只是把你当做一个工具啊！哼，小心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。真到了那一天呢，那就不仅仅是悲哀了，而是凄惨呐！所以我劝你啊，最好别浪费精神了。哎，我给你算过卦，你那个卦象说呀，说你这个人呐，两头空，哼，搞不好啊，还就是跟我最有希望呢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干啥呀？嘘，小点声，你可有内伤啊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，听见没有？你给我滚！滚！哎呀，宁香啊，不是我这个做娘的袒护自个儿的儿子，我敢用我的脑袋担保，我们铁生绝对不是那种见色忘义的男人。对，县大娘说的对，再加上我吴家宝一颗人头，大人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是啊，哎呀，好，就算你亲眼看到了什么吧，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表面现象跟事实真相它不一样啊。对呀，比如阿宝他老婆在那儿卖唱啊，有个客人呢给了一个大金元宝，从表面上看啊，真是一个贵客，可是实际上啊，这个人其实可能是一个大煞星啊。对。再比如你跟你娘的不辞而别，是吧？从表面上看我就不高兴了，这等于经不住考验走人了。哎，可是铁生呢，时时处处为你说话，全心全意的信任你，完全就是吃了棒槌铁了心了。啊不，县大娘啊，秤砣啊？什么秤砣啊？棒槌秤砣一块都吃了，想吃什么不能吃啊？哎呀，反正我们铁生啊，心里眼睛里只有你，没别人，怎么会背叛你呢？
是不是啊，铁生？林香，任何人的话你都可以不听，可是你不能不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。当我们在火场中找寻彼此的时候，你可以为了保护我而奋不顾身，我又何尝不会为了救你而牺牲自己呢？我连命都可以给你了，我怎么会伤害你呢？伸手把你拉进我怀中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没有打算放手过。天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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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天生，天生，你放心，我没事儿，你把手给我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要吸！我求求你不要吸，不能吸！我求求你，放手，放手！阿宝，使出你浑身吃奶的劲儿来！是，不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咱们一起把门撞开！哦，来呀！1、2、3，哎呦！新大娘，星爷，星爷，吴晨师傅来了！吴晨师傅，快来救我儿子！天生，天生，天生，医生怎么样啊？娘，我没事。师傅，快救救人呐！铁生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冰蝉自会帮杭大人解毒。天生，来，快点，跳到床上去。哎，那天晚上，我只记得我正在洗澡。后来进来一名小厮，说话细声细气的。现在想来，一定就是江雨山假扮的吧。他替我加热水的时候，肯定是对我下了药，所以我才会那么快就不省人事。而且那天从早给折腾到晚，也确实累得筋疲力竭了。所以醒来以后，只当我自己是累在洗澡桶里睡着了，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。你是我的人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终于是我的人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没错，那天我在窗外看见你们的时候，他
他的确是像小厮一样的穿着，而且说话动作的都是他。因为当时我根本毫无知觉的。照这样看来啊，我敢肯定，他当时一定知道宁香就在窗外。整件事情都在他控制之中，咱们全被他蒙了。哼，怪不得他在那儿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还肯胡说八道来骗取宁香的同情，害得我们铁生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唉，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呢？像他那样身份的人，怎么会拿自己的名节清白如此的糟蹋，还无所谓呀？这只能说啊，这是深宫中的一种产物，装模作样好像家常便饭，扯起谎来更是训练有素。岂有此理！打我从娘胎里出来，我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，蛇不知耻。恬不知耻。哎呀，我存心考考你嘛。只怕杭大人遭忌，这只是一个开端呐。我知道，我和太子结下了梁子，我心里有数。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的，我连累你受苦了，对不起。你居然还跟我说对不起，根本就是我误会了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！我错了，我大错特错了。不管我看见了什么，我都不应该对你产生怀疑，心动摇。我为什么不能理智些，不要让自己跌落绝望的深渊？我不但一魔上身伤了自己，更差点危害了你的性命，还帮那些想陷害你的人做了帮凶。不许你这么想，这完全不是你的错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只是善良无邪，不受红尘污染，这哪能算是一种错呢？正是你这些难能可贵的特质，深深地吸引了我，打动了我的。真正不幸的是你选择了我，才让你承受这么多烦恼险恶，尔虞我诈。我怎么能不心疼道歉呢？杭大人，请留步。无尘师傅，宁香姑娘的病情，能否请您坦白告知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正为此事所苦。看这情形，冰蝉只能暂时救急，宁香体内的剧毒并无法根除。我想，唯一的办法，只有带她去找我的师父玄真道长。哦，那请问道长人在何处呢？总在五湖四海之间吧。那要去多久呢？无尘师傅，您不能没有答案啊！因为望姑伯母和宁香姑娘，她们不是平凡的人啊。当初望姑伯母是您所救，对于她的真实身份，您略有所知吧？20年前的往事了，印象模糊得很。唯有她大难不死，还奇迹般地产下了宁香，这点历历在目，宛如昨日。根据宁香告诉我，打从她有记忆开始，伯母发病的情况就一直持续着。仔细观察之下，那些所谓的风言风语，其实都有脉络可循。燕青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，说那些都是她过去记忆中的片段。而惊人的是，这个推断居然是正确的。何以见得？在一个偶然的情形之下，望姑伯母不但叫出了大内总管的名字，而万有乐不但确有其人。在我跟他提及此事之后，他很显然的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，还巧妙的借机跟随我回到竹山来。我想，他一定很想见伯母一面，好证实他的某种猜测。不过很不幸的，这个企图
已经被太子殿下给破坏了。师父，依大人之见，那位万公公想要确定的猜测，会是什么呢？我跟伯母相处，不过只有短短几日，就曾经听见他自称是柔妃。我想这么多年来，师父一定也曾经听过这个称呼吧？我是出家人，终我一生就是，摒除杂念，一心向佛而已。打从一开始，我只教给望姑2句话：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请师父明示。月如佛性，江如众生。一个有心向佛的人，就像月照江水，是无所不应的。千江里有水，不就千江里都有月吗？而天如佛心，云如尘埃，只要能够把物欲烦恼尽除，万里无云，不就万里都是青天了吗？您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该追求既往，自寻烦恼，应该让望姑伯母去追寻她的明月，她的青天。师父，我真的可以认同你。不过，万一有人并不是这么想，而在那里虎视眈眈呢？说什么？玉山曾经夜探会馆，现身于杭铁生。请皇上息怒，臣妾也是刚刚才问出来。怪不得阿南这些天总是郁郁寡欢，今天甚至向臣妾请求要告老还乡去，这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。在臣妾再三的询问之下，他才终于和盘托出这件惊人的事情来。奴婢该死，都是奴婢教导无方，才会闹出这种有损皇室尊严和颜面的事情来。奴婢实在是没脸再待下去了。胡说，这哪是你的错呀？皇上明鉴，羽山也是给逼急了。他不曾见过皇上如此严厉的惩罚龙儿，自然吓坏了。他生怕杭铁生再说出对龙儿不利的话来，所以才出此下策呀。可换个角度来看，这个丫头还真是一片死忠，其情可悯呐。娘娘宽纳为怀，肯听羽山如此美言，奴婢真是感激涕零。我说的也是实心话。皇上，木已成舟，这种事情都是女孩子家吃亏呀。羽山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长大的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不能不替他拿个主意呀。启禀万岁爷，就奴才所知，杭大人在竹山县已经有了意中人了。哦，有意中人又怎么样？就算他家里有头有脸，就算他是了不起的千金大小姐好了，咱们羽山出身帝王之家，难不成还不如他？莫非他的出身还更有来头？奴才的意思是，感情的事还是问问当事人的好。羽山那边就不用问了，这杭铁生
乐意也好，不乐意也罢，总得给羽山一个交代吧。启禀万岁爷，太子殿下差人快马送信回宫。呈上来。奴才遵旨。阿南，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龙儿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天龙向朕请旨，赐婚杭铁生和羽山。是吗？他说，这一趟他诚心修好，与杭铁生相处甚欢，而羽山和杭铁生也一见钟情，所以他乐于做个月老，成就两人的美事。他还说，杭铁生由衷诚恳的求亲，令他感动，使他兴起一个念头，不如和羽山结成兄妹，好替他们俩做足面子。不过，要先请求朕的允许。殿下真是太有心了，真是叫牛逼，太感动了。阿南，你可知道，此刻朕的心里比你更感动啊！你们瞧瞧，这封信从头到尾没有告状，没有只字片语的攻击。天龙原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，狠狠地挟怨报复一番，可是他没有，相反的，却用一见钟情来顾全两人的面子。这是对羽山有手足之情，对阿南这个奶娘有报恩之心。最后提议结拜，更对杭铁生展现了朋友之意。整件事的处理不但周延，还充分显示出仁义厚道，实在深得朕心，深得朕心呢。皇上，这就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咱们的龙儿开窍了。正是这话，正是这话。好。气顺一点没有？你放心吧，这几天我已经好多了。坦白说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，恨不得把你放进我的口袋里，时时刻刻看着你，照顾着你才好。你师父临走之前还交代我，你现在就像一块琉璃一样，一碰啊就会碎的。真的吗？师父真的这样说啊？嗨，你看你，我怎么能不把你放在口袋里呢？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，哪天要是给人卖了，还帮别人数银两呢？怎么办呢？我从小到大就不会说谎骗人，我也从来不认为别人会这样对我。我要怎么样改这个毛病啊？哎，千万别改，这才不是毛病，是美德啊！哪一天如果你失去这个，我可不把你放在口袋里哦，我就套个麻袋把你给扔了。
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，你可别又当真了。我已经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，你不但包容我、照顾我，还要强颜欢笑的让我释怀。我已经成了你的包袱，可是我多希望我是能替你分忧解劳、同甘共苦的人呢。你当然是，不要再怀疑了。至于拥有你这个包袱，是我心甘情愿、甘之如饴的事情，我只怕你不愿意啊。还有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强颜欢笑，我都是自然而然的，就想逗你开心，因为我好喜欢看你笑的样子。信不信由你，每次只要你一笑，我所有的烦恼都会一扫而空了。这样才对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关于我被栽的这件事情，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宁可没有头上的这顶乌纱帽，我也不会辜负你的。不，我不要你做这样的保证。如果你不做官了，那会是多少老百姓的损失啊！那我岂不成了罪人了？你答应我，一定不要轻言放弃。再说，皇上先前都能摒除私心，大力支持你的话，我相信这一次也一定会秉公处理的。我感觉得出来，皇上是个至情至性的人，他很懂感情，也很重感情。你形容得很贴切，你怎么会知道的呢？是你告诉我这次进京面圣的经过，我就凭着感觉想象出来的。是吗？还是因为某种天性使然呢？铁生，铁生。哦，你继续说，我在听，我一直在听。总而言之，不管你将面对什么，我都会在背后支持你、信赖你，绝对不会再被任何事情动摇了。真的？嗯。那如果我讨了8个老婆呢？那只怪我不够好，配不上你吧。傻瓜，我心里只有你，永远就只有你一个。怕只怕，到时我配不上你吧。铁生，铁生啊，铁生，铁生，铁生，哎呦，快到前厅去，有圣旨到啊！是天龙太子，还有皇上委派开封府的新任知府，他们一块来传圣旨，还说叫大家全去前厅接旨。我想啊，8成是关于你跟江雨山的事儿。还发什么愣啊？大家还不赶紧拜见本王的妹子金兰公主！皇上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，收雨山为义女，并赐封号金兰。大家还不赶紧参见公主？下官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金兰公主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金兰公主。很好。另外还有一道圣旨，皇上特派新任开封知府杜子通前来宣旨。竹山县令杭铁生接旨。下官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金兰公主温良贤淑，竹山县令杭铁生忠勇正直，郎才女貌，实乃天作之合。朕特此赐婚。
仅定于来年开春之时择吉完婚，钦此。唐县令，快谢恩吧。下官接旨。不准接！娘，你明明是清白的，接旨不就等于认栽了吗？你本来没干过那档子事儿嘛，你要那样，怎么跟人家宁香和望姑交代呀？这是谁呀？回大人的话，这位是下官家母，性格豪爽，一向心直口快。那也要有个分寸呐！你不接旨，难不成想抗旨吗？你这个叫什么肚子痛的？我看你不光肚子痛哎，我看你脑子还有毛病嘞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可是接到过皇上御赐的尚方宝剑哦。抗不抗旨，轮得到你来说嘛？也不去打听打听，前面那个颜知府怎么死的？就是因为说我儿子铁生抗旨啊！抗旨二字是随便说的吗？谢主隆恩。都平身了吧？杭铁生，你应该好好的谢谢本王才是。关于你在2个女人之间脚踏2条船的事情，本王在信中可是只字未提呀，反而说尽了你的好话。瞧，父皇一高兴，立刻就抬高了羽山的身份。你是聪明人，应当了解这其中真正的用意，是要提拔你这位未来的驸马爷。如果你要有一丝感念之心的话，应该要好好的对待羽山，才不会辜负父皇对你的一片美意和苦心呢。哼，下官自当感谢殿下的美言，不过更要感谢远在宫里的皇后和殿下的奶娘江夫人吧。多亏他们和殿下心灵相通，有志一同的对下官捐弃惩戒，不计前嫌，想必又费了好一番唇舌和心力，才促成这件事的吧。好了好了，你赶紧派人打理打理，本王和金兰公主打算在这住下来。你应该和羽山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殿下所言甚是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。那趁着打理屋舍的当口，下官就陪着公主到处走走，认识一下环境如何？好啊，你们去吧。他是落花有意，我是流水无情啊。可眼前别无他法，只好牺牲一下，吊他上钩，才有可能找出脱困之路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下官没事，下官不敢亵渎了公主的千金贵体。你这是在讽刺我吗？下官怎么敢呢？咱们俩初认识的时候，就是不小心得罪了公主，现在不就尝到了苦果了吗？你认为今天的这一切，除了侠怨报复之外，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？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？我们2个都心知肚明，是你用迷药把我给迷晕了。我连房里来过的女人都不晓得，我怎么可能会碰过你呢？你和殿下这么一搭一唱的，把事情弄到了这步田地，难不成还真想让我做驸马爷？哎，我知道了，你跟殿下一定是对我怨气冲天，不会善罢甘休的吧？既然你这么聪明，什么都了解，你何必委屈你自己来应付我，陪我逛什么花园呢？我坦白告诉你吧，我这是缓兵之计啊。缓兵之计？面对你总比面对宁香好。几天前你也亲眼目睹了，被你这么哭哭闹闹了一场，他呀就对我翻脸无情，还大打出手呢。这下好了，连皇上都要赐婚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呢。每次一想到这里啊，
我的胸口就疼啊！哎呦，疼啊！铁生，哎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孔老夫子真说的一点都没错呀！哎呦，我只是有感而发，我不是有意冒犯。那你跟宁香不是已经浓情蜜意，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吗？哎，你看我的脸这么苦，像是浓情蜜意、生死与共的样子吗？我烦恼的要死，倒是真的。这些人呐，没有一个懂得体谅我的。我每天面对强权的压迫，就已经够辛苦的了。嘿，我真的不是指你哦，我知道你也是情非得已，奉命行事罢了。哎，说到这个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我怕你太晚回去，殿下又要不开心了。我才不在乎他呢，我宁愿跟你啊，宁愿跟我，宁愿跟我怎么样？我宁愿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喜欢跟你在一起。这，既然你身边的花儿不香，那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呢？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你这么说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！我一直以为你是殿下的女人啊。我不是殿下的女人，在他身边，我从来都不是个人，我只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，是姑妈处心积虑安排的一颗棋子罢了。姑妈总是灌输我，将来要做皇后，要做太子妃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天龙啊！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才第一次明白，心动是什么感觉。哎，不行，你的唱作俱佳是出了名的，如果不是之前我领教过，我真的要心动了。我没有在演戏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根本就不知道，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对你动了心。我对天发誓，我潜入会馆偷偷的亲近你，完全是我的一片痴心啊。可是后来被姑妈和皇后娘娘知道了，才演变成了今天这个阴谋。他们的目的是要逼你抗旨，他们想除掉你。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我，你怎么忍心这么陷害我呢？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原本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，没什么梦想。可是听了你现在这一番话以后，我看到了一线生机。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做梦的权利呢？天生，相信我，接纳我吧。我会全心全意地投向你。我宁愿放弃我的皇后梦，跟你过着驸马和公主的好日子。即使不是公主和驸马，我也无所谓啊。那你快告诉我，太子会怎么对付其他人呢？除了宁香，对于其他人，他都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他会一个个下手，逼到你抗旨为止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岂不是只能坐以待毙，束手无策了？所以你要先下手为强。而现在，只有我能帮你。